嗨，我们今天要去台东哦。这个小旅行的契机呢，是因为毛线店限制级的店主 Michelle 跟我说，他想要在台东开一个快闪店，然后我就说你开了我就去啊。结果过了几天呢，他就跟我说他真的订好时间了。我想说天哪，是行动派跟我一样，我就立刻订机票、订饭店。现在我们就要到台东喽。我们现在来到成功，然后正在往快闪店的方向走，就是前面这一栋很可爱的建筑，它叫做芭蕉图书馆。那它里面除了是书店以外，也有提供一些饮品的服务。然后前面这一栋小木屋就是这次限制级办快闪店的地方。Hello。这里面虽然小小的，但是米秀带了好多东西来，然后把它们装饰得很漂亮、很丰富。我们来看看这次他带了什么到他的快闪店。这一区是可爱的记号圈跟小别针。这个小铁盒上次在秘密市集的时候也有看到，它是一个可以单手开关的小盒子，很方便，然后有大的也有小的。然后旁边这个盒子呢是拿来装这个卷尺，它的形状很特别，然后是要自己卷回去的。这一区是这个 Erica Knight 的 Studio Linen Print， 就是它是一个回收的亚麻跟使用一些高品质的亚麻混纺，然后这完全就是我的菜，尤其是这个颜色，蓝色的非常好看。Michelle 也有用它做一件上衣。限制级它其实没有店面，然后都是以网络商店为主，所以如果大家对它的商品有兴趣，可以去看看它的官网跟 IG， 都有很精彩的线材介绍。这个袋子是Michelle为了这个快闪店特别制作的。我不知道你会自己车东西耶，超厉害的。学的啊，为此学的。对，反正有朋友家教我教。你车几个？哇！这次的快闪店虽然小小的，但还是有不少Michelle的漂亮作品可以欣赏。其实我本来想要访问Michelle，但我想她应该是不喜欢坐下来被感性访问的那种人，所以我们大家就来个轻松路线。你要用转的，那我轻松的问一下好了，要问什么？你是怎样？为什么要来台东开这个快闪店？就好玩啊，服务一下东部的民众。所以你决定选一个那个32度，体感温度45度的时候，以后应该要秋天再来。6月有一点太热了，我已经晒到那个起水泡。而且你这个地方没有冷气，所以你就是每天对，就可以去芭蕉吹一下冷气。那你这几天就是大家来客数大概1天1位吧。其实比我想象中好。但是而且也好险有来，因为芭蕉它8月就要结束营业了，然后我是小店铺的最后一个租用者。真的？对，好可惜哦。老板，请问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没有钱。不用钱啊！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彩色的这个。这是全部的钱。全部。我们现在要去芭蕉图书馆参观了。
芭蕉图书馆是老屋子改建的空间，除了里面这边，还有刚才Michelle办快闪店的地方，也是属于芭蕉图书馆的。这边除了新书以外，还有不少二手书，然后我还有看到一些香氛类的商品。我也可以点一杯饮料，坐在这边看书休息。他们这边还有一个阁楼可以爬上去，然后上面都是放童书，我觉得这个非常贴心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隔壁的毛线老板怎么也在上面。晚上我们来铁花村逛逛，这里跟我8年前来差好多，现在越来越漂亮。然后今天也是限制级在台中快闪店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跟Michelle约一起吃晚餐，庆祝一下吧。我们今天要去关山，我要去逛一间手工艺材料行。天气超好的，好漂亮啊！木岛道是布农语的慢慢来的意思。那这家店是由一对很可爱的夫妻哈菲跟伊布经营的。我在知道要来台东的时候，就赶快上网做功课啊，看我想去哪一些店，然后就发现这家很漂亮的手工艺材料店，然后我也很幸运获得店主们同意来拍摄。其实台东有很多人会编织，尤其是织布啊和钩针这样子的技艺，所以这边有很多钩针的教室跟工作室，然后有很多手工艺材料行。但我特别想要来这间，是因为刚好店主2位呢都是原住民，所以他们这边除了有原住民传统服饰的这个会用到的材料之外呢，他们也有一些时下很流行的一些钩针的小物啊，或是一些饰品类的材料。这种不同风格商品的组合是我以往没有看过的，所以我来到这边就会觉得很新鲜，然后处处都是小惊喜。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亮亮的珠子，应该就是用来装饰原住民的头饰的。线材的部分呢，感觉是棉线比较多，还有亚克力线也不少，然后它们的颜色都是非常丰富的。我发现这里也有一些这种原住民图腾的织带，这个是机器做的，但是做得很精美，很可爱。老板娘伊布来自布农族，所以这个是她自己做的布农族的头饰。我特别喜欢这几张放在角落的刺绣，上面应该也是原住民的图腾。然后其实它旁边还有放一张纸，写说不可以摸，摸一次要付100块。那我就真的是手贱，很想摸
们在这边逛来逛去的时候，两个老板都好忙哦，因为他们正在赶订单，但还是被我抓过来聊天了。我们其实当初是，我太太她本来就会织布，然后因为这边其实要买这些材料要去台东市买，就是来回车程就快2个小时。当时就想说啊，他很多线，要不然我们干脆在这边开一间店这样子，所以就想说以这边在地的需求为主，然后去找这些材料，包含织布的啊，或者是原住民工艺常用的一些材料，然后跟后来慢慢发展出，因为这边很多非原住民的客人是会钩针的，或是打毛线衣什么的，就从他们的需求慢慢再去找一些毛线来去建构成这个店这样子。我们这边主要是阿美族跟布农族比较多。那阿美族的话就会用到蛮多的像是这种亚克力毛线，对，这种我们会拿去做服饰上的配件，比如说会做帽子，就是刚刚看到那个头饰上面那个柳树，然后或者是刚刚在编的那个腰像情人带的东西，它就会有毛线，有钻，然后有珠珠，有毛球，对，有流苏线等等，就通常是祭典或者是比如说婚礼等等的这种比较重大的场合会穿。那都还是会自己做吗？做的人比较少一点，年轻人比较少在做啊，长辈是还蛮多人都会自己做。他们做这些东西。课程是我们会挑比较淡季的时候开课，对，现在就算是因为4月是布农族的祭典，然后7、8月是阿美族的祭典，所以我们大概从2月会忙到8月都。哦，所以这段时间是你们的比较旺季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除了卖材料之外，有时候也接一些小订单啊，就是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朋友或者是部落的亲戚朋友这样。冬天超咸的，真的。这边冬天至少到11月都还是很热的。哦，对。11月中、10月底才会起风，就是花帽的那个材料包。就是现在正在开发中，是吗？对，上次它的珠珠跟这些配件全部都可以去做不同的变化，它就会有很多变化的东西在。做一个这样子大概要花多少时间？如果一个人做快的话，可能2天内可以做得完。对啊，那就是要看自己的手感，因为它很多都是缝的工，都是手缝的，全部都是手缝上去。好可爱哦，可以给我戴吗？这个不行，不行。这是你们的宝贝的。对啊。那我可以摸吗？可以。啊，好好摸啊！要变古董。它多久了？这个我不知道哎，这好久以前的。煮的。对。是这边海端乡这边比较常会带这种。哦。然后走路的时候就会叮铃亮，好可爱。这个戴起来就是像这样子。这边还有一些老板娘织的布，很可惜都是非卖品。没有网络商店。因为我们不就是有时候客人会说我也想要红色的线，可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线材那么多，我们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整理成是那个一个，你点进去可以看到一个颜色的那种东西。我觉得线材这些东西，你亲眼看到颜色跟摸到那个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进的几乎都是台湾的线，8成以上，8、9成。开店未来的计划或是从没有，其实我们店里是材料，就几乎都是卖材料。可是很多观光客来这边的时候，都会想说你们有没有成品可以买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要卖成品。就会一直对。可不可以卖给我1个就好？啊，你这个很漂亮哎，你卖这个给我吗？我说我卖给你这个，我还要花时间再做样品，我不要。所以来买材料就好了。
它叫什么名字？我喜欢它是咪咪。咪咪。刚开店的时候有接过那个国小的那个文化课程，上完1学期就不要了，好崩溃。两个一起去上吗？他们来这边上，国小带过来这边上，就是超可怕的，冲来冲去的。超可怕。这次的拜访就在这个轻松又欢乐的气氛下结束了。很谢谢哈菲还有伊布，让我们来参观他们的店。这边我也附上他们的 IG，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追踪起来哦。因为片场的关系，这一集就先到这边。在下一集，我想要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间在我的口袋名单已久了的店。这边他们专门卖台东的部落妈妈亲手制作的包包跟帽子，而且完全跳脱出我们以往对原住民风格的印象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